我们是卯宿星人。嗨，其实我们是地球人啦，我们是地球人，只是从卯宿星投胎转世来帮助地球一起提升的其中一个卯宿星人。其实卯宿星人在地球好像蛮多的，很多吧，但是我没有遇过啊。有谁是卯宿星人？举手。会有人理我们吗？我不知道，台湾我没有遇过啊，我没有看过。对，没有卯宿星朋友。好，那上一个影片呢，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我们自己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卯宿星的人事物。这些我们影片的内容呢，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，那我们自己知道的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卯宿星人嘛，那不是去上网找，然后研究，然后统合再跟大家说的，不是，就直接分享给你们知道。我们第一个要分享的是，卯宿星人都是怎么样做爱的啊？第一个话题为什么这么直接啊？可能人会想知道吧？应该会吧，想说。对啊，外星人是怎么进行什么？这件事很值得说啊，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会进行交配的，但是其实不一定。应该这么说，为什么像在地球，然后动物需要进行交配这件事，其实是为了传宗接代嘛，为了让生命继续繁衍下去。如果在别的星球，那繁衍后代方式如果就不是用这种方式的话。或者繁衍后代有一种比较先进的方式，其实就不用这么做。那久而久之，他们就进化到不需要去做类似地球交配的行为，这样的方式。不用交配，那他们会做什么？他们会做的事情，他们还是一个有阴阳、有男女的一个世界，不像有些世界连男女都没有。那卯宿星还有，那他们男女表达爱的方式其实就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们纯粹是用拥抱，他们身上的拥抱。难怪我们会就是一直抱抱嘛。他们身上的脉轮跟我们人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基本上跟我们是同一种人。以后我会跟各位介绍说，我们这种身体，然后其实被封印住很多的能力，其实就没有办法像卯宿星人那么具有功能。其实，但是是同样的一种的。他们所谓的做爱就是抱抱，那是为什么是抱抱啊？抱抱其实它不是像我们想象单纯就是抱抱，抱抱有一个很深的含义，就是。卯宿星跟我们的构造一样，心轮都是同样在这个位置。心轮就是爱的脉轮。当两个人爱的脉轮彼此打开，然后彼此相对的时候，然后我释放出爱的能量，你释放出爱的能量，整个爱变成一个圆满的、很巨大的能量。这时候我们就是完全没有你，没有我，然后只有那个爱。那这样的感觉就是对他们来说就做爱。其实真正做爱其实是这样。反而地球没有什么人在做爱，倒是真的。没有什么，这才是叫做对，其他的都叫交配嘛。交配这样讲好像怪怪的。反正人不就是动物嘛。人也是一种动物，对啊，是没错了。卯宿星人其实他们没有所谓的做爱，因为他们繁衍后代不是用什么这种跟我们地球一样的方式去繁衍的。他们因为他们的 DNA 技术非常的发达，只要有2对男女，然后他们愿意把他们的 DNA 拿来配对，然后就可以去配出下一代来。那下一代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说是后代，但是他们并不会这样子去认为。那这个所谓的后代也是交由政府派一些资历比较深的长者，也就是吸取各种智慧已经到达某种程度的人去教育这些。所以每个被教育的小孩，他都很早就能够理解很高深的智慧，是这样子。那些智慧真的是进化的一些智慧的传承，而不是什么数学、国文，像贝多芬这样，一直背，然后塞资料，不知道在塞什么，这样教育就已经是非常不同，因为他们这种纯粹以智慧传承的方式去作为教育，所以他们培育出来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具有创造力，然后很能发挥整个这种人种的特点，会把这种生命体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然后在类似的资源下，类似的身体的状况下，但是会产生不同的创造力，然后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。他们会以创造为主。我们地球所谓的艺术啊，所谓的创造啊，这些东西在那边是非常发达的。那卯宿星上面长什么样子啊？有没有高楼大厦啊？有吗？卯宿星上面有高楼大厦，但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。那有车吗？有交通工具，但是那他们不能飞吗？他们也可以飞啊。那干嘛要交通工具？交通工具是一种
反而像是一种聚会的一种方式，比如说大家可以在交通工具上，然后彼此交流，在交通工具上，甚至像用餐，然后就是在比如说一个移动的餐厅原来是这样。那当我们从A 点要到 B 点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交通工具上面，然后比如说欣赏音乐啦，然后吃东西、吃美食啦，然后进行交流啦，然后时间到了就到达那个地方，那这样。除了飞行之外，就有另外一层的乐趣。那不能边飞边吃吗？边飞边吃。拿着一碗泡面。那边没有泡面，也没有 7-11。举个例。那边是食物其实偏向比较自然的。自然什么意思？什么是自然？就不太会吃，不会吃肉。吃素嘛。素食是主要的，但是其实素食也不是最必要的。他们会直接吸收能量，然后来取得身体的运作，就不需要吃东西，不一定需要吃东西。会饱吗？不会饱。不会感觉到很饱这样。没有饥饿感。没有饥饿感，那就不用吃啦。所以没有饥饿感，所以他们不用吃东西。他们不能享受味觉啊，就这面好吃。他们的味觉其实是很退化的。是哦。为什么退化很奇怪啊？应该说进化才对。因为进化到不太需要味觉这样。对啊。就像这地球也有一些人进化到不用吃饭、不用喝水、看太阳就好，但是我是不会想这样啦，就蛮无聊的。就是有必要吗？好啊，就个人选择。很多东西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会借由一个东西去引发一些感受。那如果你自己就能够制造那些感受，其实你就不需要那个东西，有点像这样子。你需要感觉很美妙的，类似吃美食的时候的幸福感。那幸福感自己可以。有灵性到自己可以制造那个感觉，那你就不太需要吃那个美食，也可以感觉到像吃到美食的那个幸福感。所以昴宿星人是可以自己制造那个幸福感的。没错。好酷哦！昴宿星人的个性都一样吗？他们有自己的个性吗？有，当然有自己个性。所谓自己个性，就是偏向于喜爱朝向哪一个方面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而不是说有的昴宿星人很暴力，然后有的是很忧郁、很内向，然后很自闭，然后不太是这样，就是他们就是在创造力方面会有所不同。所谓个性是这样，对。所以他们大致上都是很和平，很有爱的，很有爱，一个就像我们，昴宿星人，那他们很难以想象吗？对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来说，应该有点难想象。听故事也是蛮有趣的，就听说，不是故事啊，不是故事啊，都是。为什么要当做听故事呢？当做听故事，永远不知道真的有这么美好的事啊。这个会说到，其实我们要把我们的认知看待世界，连我们觉得是真实，都要把它当成是虚幻的，你才能够游戏其中变化自如，就不能把它当得太真。那我们现在讲的，就是虽然是真实事情，但是可是对他们来说，当初听故事只是说这是虚构的，但是他们还是会对眼前的事情是觉得才是真的，才是实在的。工作赚钱才是实在的。你们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啊？还不如去好好工作赚钱呢。一点都不实在，只会在那边避规避拐。工作赚钱，在演什么？不知道在演什么。就是有些人会想说，会说怎样是实在的，怎样是实在的，怎样才是真实，怎样才是真正好的，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。怎样是实在啊？对啊。那我就觉得值得存疑的一点是，我们在教育所教出来的所谓的实在的人生，这实在有够无聊的，就很实在这样。怎么说呢？从小，然后我们要拼命读，这句话是金句。对啊，我们要实在有够无聊，努力读书，然后考取一个好学校，然后拼命像填鸭子一样，然后把一堆我们并不喜欢的资讯，然后塞到脑袋里面，有够无聊的，超无聊的。我还不如去灵魂出窍，环绕宇宙一圈呢。这个过程花很多年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。然后超无聊，学校超无聊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学校学的，然后出了社会之后能用到的，连1/10都不到。然后当初花了10几年更长时间去塞这些到底用意在哪里？接着还有一段我要用的。他们理解为什么不要选择做自己想做、喜欢做的事情呢？我有很多我有兴趣，我的专业我想学习的。我现在频率多少？讲这些。频率就580。我降频。其实人生都是被编出来有计划性的去控制的一个过程了。这个之后仔细来聊吧。
今天是聊卯宿星，卯宿星，但是我们扯到蛮多的，我们聊到蛮多的，几乎差点把那个背后的面纱给打开了。打开了到底是什么面纱？到底是什么面纱？那卯宿星人可以活多久啊？跟人一样吗？卯宿星人跟人的寿命不一样，我们人类啊只能活到100岁。其实这是假的啦，没有人说一定要活到100岁。对啊，人的寿命正常来说，设计是在250岁左右。是哦。对，不是100岁，只是250岁。没错啊，只是我们错误的使用，在人类社会里面错误的使用了身体，然后造成我们身体只能活到100岁，然后并且集体意识认为啊人只能活到几十岁，100岁就算年纪很大的，会有这种想法，这一定是故意设计的嘛，不然人口越来越多怎么办呢？就是某些有心人故意设计的一个信念。没错啊。对，然后让大家相信说人只能活到100多岁，其实人类是被设计成可以活到250岁的哦。对呀。本来这样的身体是可以活到250岁，在地球的环境。如果你想要活到250岁的话，那就可以把这个只能活到100多岁的信念给抛开，对呀，你就可以活到250岁了。不过这有实际案例，清朝就有一个人从清朝一直活到民国，总共活了200多岁。是啊，这个是真实的记录，对啊，真正有人活了200多岁的。